继续啊，上回玩到哪儿了？太久了，都不记得了，真的是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OK 啊，刚才说的是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说这样一来，岂不是任何人都能自取无中的东西了啊？对对对，有点忘记前面是什么了。你该和他验证，和杨云的怎么认识的？郑老板，听说你的父亲就是在这矿坑公园认识的吧？哎呀，消息还挺灵通的，没错没错啊。那会儿的云燕还是个普通白领，但不知道怎么的，我一见面就盯上他了。没所谓，年轻人有句话叫什么？命中注定，能遇上他是我挣大钱8辈子修来的福分呢。毕竟他才大病初愈就能遇到真爱，这不是很幸运吗？啥？大病初愈？哎，郑老板您不知道吗？夫人刚刚跟我说过，他遇到您之前好像经历一场严重的车祸。车祸？我怎么没听过这事儿？居然有这种事儿，回头我得好好问。如果他真的遭一个车祸，我可不能再让他这么操劳，万一落下病根可咋办？没什么的，怎么的了？果然是这样吗？这个事态或许有点微妙。怎么了，郑老板？我想问一下，你们矿坑有没有发生过需要紧急救援的情况？这是什么话？您是在咒我吗？没有啊！我第一次来矿坑，对这种地方比较好奇啊，是我多心了。开园2年来，无论是采矿还是参观，都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不过咱们这儿有备无患，救援设备还很齐全的哦，是吗？比如说你们这边有没有氧气瓶、防毒面具什么的？啥？你咋知道我有的？因为他是矿坑发烧友，没事就去各地矿坑晃悠，所以才会了如指掌。哦，原来还有这种事儿，原来你是行家呀！失敬。氧气瓶和防毒面具我这里存了一套，就是这个设备，您这里只有一套吧？没错，这种东西使用率不高，我是半多了只能放着吃灰。就算这一套其实也没有怎么用过，毕竟咱们这儿没有出过事故嘛。不过我看这氧气瓶和面罩都挺干净，可不像一直在积灰啊。这个你所不知，说来也巧，昨天不刚好是设备排查日吗？我把这值班室里所有东西都洗了一遍。啊，这设备原来是您洗的呀！啊，这么激动，我的东西难道还不能洗了？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可这样一来，这氧气瓶上的面具和使用痕迹不就全都没了吗？郑老板，我有个问题，请讲。这个氧气瓶的氧气大概能用多久？我虽然没用过，不过读过说明书，按照成年人正常呼吸速率，差不多能2个半小时吧。2个半小时也就是150分钟，18%的话就是不到30分钟嘛。如果没记错的话，从矿坑下矿的单程是15分钟。对了，这个瓶子里的氧气可以自由的往里冲吗？啊，这咱可做不到。要是气用完了，只能跑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公共站补给。这个氧气瓶可以在几个人中间相互传递、交替使用吗？你这玩意儿什么把戏？面具戴在一个头上特别麻烦，光是拆装都要费好大劲，别说几个人传递了，就是2个人换着也不用，也不靠谱。也就是说，这氧气瓶只能供单人使用，而且它目前只被用掉了相当于轿车往返1次的量。OK， 这相当于已经都算好了。你的问题好像就只有这些了，剩下的果然就只有郑老板。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想问，别客气，请讲。虽然今天上午已经问过一次，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想再确认一次。这个案子中，除了您在法庭上所说的之外，您真的没有看到其他值得注意的事了吗？哎呀，龙所长工作可真细，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我能说的都说了，别的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哟，啊，这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声音是啥？看来你已经经历过一次，倒省得我再说明了。你在说什么呢 ？OK。Longinus 起动。
啊，直接就上，怎么又是这玩意儿？这个老板正所谓一生生一回生二回熟，你也知道我打算做什么，要不咱们就多省点事儿，你直接把隐瞒的情报交代了可好？隐瞒什么？我告诉你，上次就算了，这次我说的话绝对是事实。提问前先仔细分析，确定一下我的战略呗。我先看一眼我的政务啊，有点忘了。这是咱们直接回到了，还是回到了原来现在的时间线啊？天盾组织的预告函。周老板已经上过一次法庭了，在安查调查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相当配合。如果他是本人的凶手或者帮凶，也不必做到这个程度。他在这个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应该就是观测者无疑。从这点出发，郑老板所验闻的情报最有可能是什么呢？我靠，最有可能是什么呢？与验人的关系下矿的途径，他看到的人，没错，最可疑的就是这部分。无论是什么人，采用何种方式下矿，都必须经历过这个公园大门。如果有人避开了摄像机的摄像头，乘脚车到达了矿坑底部，这个人虽然不会被拍到，但却仍然会被郑老板目击。而郑老板向我们隐瞒了一部分目击情报嘛？别的可能我已经想不到了，走一步算一步，就从这个角度进行攻击了。郑老板，您所隐瞒的事实我已经能猜出个大概了。啊，昨天对你家律师妹妹有所隐瞒，完全是跟人有约在先。今天你再说我不老实，我可就不承认了。真是这样吗？我没空和你兜圈子，不如咱俩都做个痛快人。郑老板，您案发当日整个早晨都站在公园门口的松树后观望。你在法庭作证时说自己先看到那部起死者和张卫第三个人，不过除了他们之外，你应该还看到其他人吧？可是这样随随便便污蔑人可不太厚道吧？我看到的人都刚好被摄像机里的摄像头拍下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你要非说我看到的人，总得拿点真凭实据来了吧？不是少了凶手吗？既然如此，直说吧，至少有一个人在没被监控拍到的情况下抵达了矿下，有吗？虽然我还不确定此人身份，但此人一定是存在的，证据就是这个，那个摄像头。看这个。哎呦，不对吗？列车铰链儿。看这个。哦，对了，这不就是一段粗铁链子吗？多少钱？我买了。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看来今天的庭审你可能没有听完。华沙刑警在这段铁链上发现了决定性的证据。这连接了绞车车厢的链子上，可以是被检测出了一个人的指纹。什么 ？OK， 江老板，既然那铰链上有指纹，就意味着这个指纹的主人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不一定，你先别着急下结论，听我把话说完。吊车上出现了指纹，这意味着一定有人曾经坐绞车在矿坑往返。知道矿坑是运煤用的，忽然想坐上去，除非不是要命了。你这么说，无非是因为矿道里没有供氧且充满毒气，但我已经在这间值班室里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方法。OK， 可以安排通道的就是这个。看这个。这是我的救援设备，没错，有了这个氧气瓶和防毒面具，即使是矿道也可以平安通过。而这套设备就放在你的值班室，不少人都持有这间钥匙。更关键的是，氧瓶中的氧气不满，它已经被使用过。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懂了。你们想说的话我听明白了。我看二位已经累了，不如今天就到这里。OK， 我操！有。这矿坑也好，这公园也好，可都是我开的。我已经下了逐客令，你们二位是想赖着不走吗？突然就急了。郑老板，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抗拒，但在证据面前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
一定是漏气了，不可能是别的原因。这个东西已经放在柜子里吃灰很久了，出了啥毛病不是很正常吗？哎，换一个话题。设法威胁他。仔细看看，我根本没有郑老板的任何把柄，利诱他。郑老板，这个事件的严重性，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吗？我没说不严重啊，但杀人案的新闻天天有，你干嘛非盯着我不放？这起事件牵扯最早的已经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杀人案，国际犯罪组织天盾很有可能参与其中。天盾的事我知道，但我挣大钱从不赚黑钱，也不会跟什么犯罪组织来往。就算案子是他们所为，他们也只是恰好选择了我的地盘，跟我有什么关系？恐怕事态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你知道公园成为案发现场并不是巧合，这件证物就能证明。啊？这个吗？这个看这个，你拿错了。啊，直接出现了公园的名字，那就是这个吧？看这个，这个是天盾组织寄给死者查定光的卡片，或者说是威胁信。警方已经证实这张卡片的确出自天盾之手。而你公园的名字被清楚地写在了卡片之上。天盾到底为什么要选择你的地盘和死者会面？是你的公园私藏了什么他需要的东西吗？还是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天盾的分部呢？我只不过是看到点在意的事，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郑老板想要自证清白也容易，不如说说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吧。把我逼急了，谁都没有好过的事。也罢，其实我并不想把你逼到这个地步，我并不知道你看到什么，但是你看到的人是谁，其实早就昭然若揭了。我想，能让你批不到这个人的地步的人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媳妇儿。看这个，对我得罪了，张老板。虽然我手里一点证据都没有，但是光凭猜也能猜得到。让你抵抗到这个地步的，也就只有你的妻子杨云燕了吧？你们说够了吗？该说的都说了，现在轮到你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云燕她与安卷根本就没有关系。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受，但是不信的话你就查呀，拿着这玩意儿可劲儿的查。这是我刚被人用完。我从刚被人用完的防毒面具拔下来的，一直没洗过，满意了吗 ？OK， 这个房间、这个公园都是我的，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OK， 用完未洗的呼吸口上面可能还残留使用者 DNA 的痕迹吧。他给出的这件证物恐怕就是我明天的王牌了。弄叔，那你觉得杨云燕她真的是，她身上也许有些疑点，但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这么可怕的对手可没遇到过几个。我们在废墟矿坑遇到他时，都记得他说过什么吗？还聊到了一起交通事路什么，仔细回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吗？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了，那时的杨云燕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北漂族。北漂，杨女士的老家不在这座城市吗？是的，晚辈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地方打拼和生活。2天半以前，下班路上被卷入了一起惨烈的车祸，以当时的情形，能捡回一条命就来说就是万幸了。就是这些，哇，居然每个字都能记住，可惜我没有听出有什么问题，没发现吗？当提起他这句事故的时候，他的每句话不是使用第三人称，
就是完全没有主语。我现在怀疑他也许通过察言观色或者单纯的第六感，发现了不能在我面前说谎这个事实。也许他只是感觉到了对他们说谎很不妙吧。按照他刚才的叙述方式，关于车祸的经历就算全部是编造的，也不会触发这个仪器。张老板也对车祸一无所知，让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能将人心精准控制到如此程度的人物绝对不是简单的角色。OK， 需要法庭上和他当面对质了。明明有2个人以非正常途径下了矿，可这唯一的氧气瓶却只用掉了1人份。是吗？龙叔，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能想的话早就告诉你，有些事注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去看红叶吧也好，你就陪他去说说话，我顺便问问负责询问他的刑警什么线索好了。OK。哦，到看守所了。红叶，我们又来看你了。那个小姑娘已经被检方带走了。哎，是丽丽姐。那我也和冬雪一样叫你沙刑警好了。我看多半是小春潮发现了什么新的情报，想把他带走再询问一轮罢了。只不过这样一来，你们今天怕是没机会和他再会面了。我专程确实是专程过来的，不过不是为了这个小姑娘，为了你们2个。没错，不过这个地方可不方便说话啊，去个更好的地方。我们这里的泡茶小能手已经被你抓走了，招待不周还请包涵。别急，就让姐姐我一件一件说吧。不如就从5年前的761号事件开始。怎么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我们2个倒是无妨。提起那件事，真的对你没关系吗？沙县警，既然你选择这个时期提起这个话题，那就说明警方认为眼下的案子和那个案子是有关联的，对吗？至于律师小姑娘呢，你的模样倒是没怎么变，但是气场可变太多了。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沙县警，你猜对吧？她应该是当时那个死者的老婆吧？是吗？姐姐，我倒是没想到咱们3少聚在一起的机会。先不说当年法庭发生了什么导致我家阿健牺牲的案子，你们可还记得？当然，毕竟这是我律师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案子。但是我出庭的第一个案子，我也不会忘了。片段的2名干部子夜和葵月一出携带炸弹袭击世运会会场，刑警石中健以卧底北斗的身份设下陷阱，将身为子夜的宇文英语抓获，从而引发了接下来一系列事件。是的，这个案子当年留下了巨大疑点，直到今日我们都摸不着头脑。你只是杀死石中健的凶手吗？事到如今，深究凶手意义不大，反正他的死必然是天遁所为。我要把这笔血债记在整个组织头上，具体是哪个干部做，对我来说都毫无差别。我指的是，可是另一个更加麻烦的事实，就是天遁盗走高威力炸弹3000的去向。你指是那枚5年前未曾引爆的炸弹吗？没错，可是这国际刑警这么多年最头疼的事。距离761号事件已经过去整整5年，警方竟然还没找到炸弹真是被你戳到痛处了。这炸弹的体积不算小，外壳金属质地，内部装的则是易于探测的例行炸药，这些属性决定它并不是一件容易运输的东西。点击查看详情。代号华穗，首领。代号玉兔女，不明所在地美国。OK， 是这个案子的主谋，几乎从不露面，也不参与组织策划的任何袭击和犯罪活动。补记：761号事件后彻底停止活动，已退出组织。子夜，这是已经挂了确认身份是宇文英语，在761号事件中身亡。象限。
OK， 确认为身份为本国科学家朱平江，已在一起谋杀案中亡故。汉德，唯一暴露身份的天盾干部，金三角地区的毒枭，本名阮诺康，武器已被国际刑警击毙了。魁月，组织的主行者，受过精良训练，擅长投掷利器。确认身份为天照民国公民李小璐、惠李祥，已在空难中亡故。北斗，阿健已经亡故。OK， 现在朱平江既然已经被证实和天盾有染，那炸弹会不会在他手里？您想到的，姐姐，我怎么可能想不到？不只是研究所和那朱平江有关的一切场所，警方恨不得都掘地三尺。到最后，我们也只能取得炸弹遥控器而已。对遥控器我还想问呢，那个追踪器的信号后来怎么样？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自从你家小助手发生案子以来，这个遥控信号就彻底消失了。会不会遥控器的持有者将它藏在了某个信号无法传出的地方？这只是合理推论之一，也有可能是追踪器已经发现并毁坏掉了。我们当然希望你的假设是正确的，因为这么重要的物品不可能随时都被藏着。你的意思是，当它持有者遇到什么紧急危险的时候，就会将它转移？没错，不仅转移，说不定还会使用吧。警方能期待的就只有这一瞬间的破绽。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能说多少，但请允许我斗胆一问。这个袭击的预告函是天盾前天寄给你们的，对吗？是的。这件事情跟你们家律师小姑娘说过了。这个5年前的仇可以理解为身为天盾高层的语文英语在法庭殒命。欢迎10个逗猫棒，晚上好，晚上好，差不多吧。自从他死之后，天盾的活动频率和质量都有明显的下降。国际刑警中不少人认为这个子夜才是组织的实际建立者与操控者，他的死或许对其他干部也是个巨大的打击。他们由此把我国警方当作寻仇对象，也并不奇怪。他们打算在平安夜，就是明天晚上，让整座城市坠入深渊。预告函寄出不久，你们的政务舱就遭到了袭击，遥控炸弹器也在同一时间失窃，这2件事恐怕是有内在联系的吧？小哥，你果然是明白人。由于立场和职责问题，姐姐有些话不能对你说，我就把这个情报藏在心里，必要时当做参考就好了。这你唠了个啥呀？就是给了2个证据。好了，不知不觉就像你们透露了很多不得了的大新闻，没觉得啊？不过呢，姐姐，我选在这里和你们讲，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山县警是在以私人身份而不是警方立场和我们谈话吗？算你聪明啊！我对天盾有些非同的一般的执念，希望你们2个也能理解。OK， 此次我们要面对的敌人是警方和检方，合力也无法应对的。组织事态恶化，重创天盾，或许需要我们绿检警3方通力合作。这次跑来给我们偷情报也出于这个目的。OK， 如果因为你们办事不力而错过这次机会，姐姐我可不会轻饶啊！不会，他媳妇儿那个挣大钱的媳妇儿是什么天盾干部？今天庭审就期待你们表现了。当然，沙县警已经帮了我们好多次了，我们明天绝对不能辜负了他的期待。最后再整理一遍任务吧。OK， 开始回忆了。我趴在事务所的窗前，目送山县警的车在夜幕中逐渐远去。此时此刻，天盾的魔爪大概已经在这座城市中蠢蠢欲动。明天的庭审大概会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狂澜，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还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好像5年前那场庭审一样。是因为这个案子可能有天盾的高层涉入其中吗？不，或许在前方等我们的是比这更可怕的真相。是的，今天晚上就是天盾提到的平安夜了吧？这个夜晚能否为平安度过，或许就要我们表现决定了。丽叔叔叔早安，早上好，看来你的状态还不错，可是你的表现好像有点凝重呢，这是传说中的什么来着？身体被掏空吗？昨天在调查结束时，本来想再去见见你，结果却被检方叫走了。那个陆春潮都问你什么问题？叫走红叶的并不是那个戴耳机的哥哥，而是雷简。
欢迎来自非洲的猎狗进入直播欢迎间。猎狗，晚上好，晚上好。是的，他问了很多村子里的事，感谢猎狗赠送了一个小花环，收到来自比如茶树长得好不看，村民是否健康什么的。小花花虽然不明白他想做什么，但红叶都如实回答了。龙叔啊，红叶来了没？哎，哦，红叶。OK，还是想不起来啊，我也还是失忆了。那么，关于茶定光在青鹿山矿坑遇害一案，再次开庭。我也没指望你会回答。可以先问问昨天那个不明指纹的事。警方经过一天调查，可有锁定他的归属。OK， 上来就直接提供证据啊！警方经过昨天一天的研究，终于成功开启了死者随身携带的金属护身符。护身符的储物空间内部有一枚记忆卡和一张被揉成团的许愿签。记忆卡内有若干文件，不过警方尚未发现他们和本案存在任何关联。而许愿签上的字迹经对比属于被告，只写了一些稀松平常的内容。至于脚车上提炼的指纹，警方再三查询，仍然没有找到匹配的样本。警方的指纹库已经收录了所有人的信息，所以这大概是谁搞的恶作剧吧？这不可能吧？指纹还能恶搞？还有变化是真大呀！夏仙姐不光是改了名字，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更何况我还有很多绝对不能被击垮的理由。首先是这个，这是死者脖子上项链里装的东西之一。我们打开时已经被揉成团了。为了保持纸张的完好，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展开。结果嘛，就是这样。祝爷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这就是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落款红叶敬上，自然就是指被告查红叶了。我麦开了吧 ？OK， 红叶，这个东西是你写的吗？啊，是的呢，这是红叶几年前托一位负责经商的伯伯带回来的许愿签。红叶随手写了几句祝福话送给爷，没想到他会今后一直带着。就算跟本案毫无关联，也被当做赠品送给你好了。然后就是这个东西了。没错，我们查阅里面的文件确实属于村长本人。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记忆卡是用在助听器上。这东西是不是彩霞村一些外出经商的村民送给他的？由于村长也年迈，即使是把听到的话放大音量，他有时也听不清。所以这个助听器有一定的录音功能，方便他老人家随时回放。是的，至于内容呢，姐姐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不值一提。里面都录了一些什么内容？你们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想得出来。完全正确，你这所长当的脑子果然比旁边的小姑娘好用多了。
哦，还是深究一下。OK， 询问了，这咋询问呀？这基本上是信息提供啊，字迹对比。等等，这个稀松平常内容具体指的是什么？你又没瞎不会自己看吗？写过的字帖和读书笔记有很多，我们随便一翻就找到了。等等，会不会是有人使用了某种手段改变了自己的指纹？如果是划破、烫伤之类的改变方式，我们在提取时就能发现；但是把自己指纹图案完全变成另外一种，这是电影才有的情节了。等等，恶作剧，你的是有人在铁链上伪造指纹。怎么说呢？在如今这个时代，伪造指纹并不算是天方夜谭。但是伪造特定对象的指纹需要相当复杂的工具和程序，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而是随便画一个呢？你看，指纹在信息库里根本查不到人，如果他只是随便画就说得通。不过警方的指纹库真的收录了所有人的信息吗？对呀，你这个有可能不全。等等，这个金属护身符是一直挂在死者脖子上吗？是的，根据死者声音的供述，他似乎每刻都带着这个东西。那这个护身符上的机关解除起来很困难吗？因为机关太过复杂，我们有好几次都想干脆把它砸开算了，幸亏我没有那么做，不然里面的存储卡可就保不住了。也许对他很重要，对我这些案子可就不一定了。等等，里面就只有这两样东西吗？这个护身符一共就这么大点，能装下两样东西都很勉强。考虑到护符的大小，如果真有这样的夹层，顶多只能放下2根头发，有意义吗？等等，记忆卡。江刑警，为了谨慎起见，你能当庭放一下其中的录音吗？最新的文件是什么时候？去年10月份的，距今已有1年多了。有些微妙，算了，我多加一句证词解释一下。好的，记忆卡里最新文件是一些不知所云的内容，不过肯定跟本案无关。那你放出来听听啊。等等，既然是不知所云的内容，你凭什么判断它和本案无关？要不你再动脑子想想，是因为它是1年多前就录下来的，当然和前几天发生的案子无关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听听真的内容，可以吗？杀杀杀杀杀杀，过程很成功，明天就可以用了。非常感谢，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不必了，30多年前是您救了我，我平生最讨厌欠别人人情，这就算一命还一命了。那老朽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严格保密，这件事情您什么什么本知道，这个肯定。还有，虽然我尽力什么什么了，完全一致，包括那个小缺陷，不过这种东西我就搞不定了，这么专业的词汇，老朽可听不明白。等一下，这是什么？助听器有录音功能吗？有的，老朽怕重要的东西听不清，偶尔录下来，重要的能重新听。保险起见，关了吧。这个明明很重要，好吗？刚才声音里那个第二个说话的人，姑且称为声音 B 吧。很面他来自于死者茶定光，我们恰好在他生前和他唠过几句。那么第一个说话的声音 A 会是什么人呢？沙刑警，这个声音 A 你们进行过声线对比吗？你也知道这需要对比啊，请问我该拿什么和他对比呢？或者你至少说出个怀疑对象，姐姐我派去搞个样本也行。这段录人内容虽然诡异，但我实在看不出来和案情有什么关系。和他的纠缠不如就到此为止嘛。还没结束哦。龙叔，上一姐送来的新情报好像没什么用呢，我不觉得他会是那种不用功浪费法庭的人，说不定警方查出一些不明意义的情报，需要在特定情况才能理解。
先把其中的证据收集全。啊，30年前。我靠！小缺陷。我的队伍，我看看攻略。看一下啊。等我一下啊，大概是恶作剧 ，OK， 大概是恶作剧指证指纹登记规则，哪里有指纹登记规则？哦，在这儿。反对。哎，我确认一下，这警方的指纹库里真的输入了所有人的信息吗？如果是刚开始登记指纹这2年出现漏网之鱼，也算情理之中。我国指纹的登记库已经出台整整10年了，姐姐，我相信警方办事能力。不过我对我国警方办事能力丝毫没有怀疑。然而有一些指纹根本就不在这套系统的采集对象之列，它并不是所谓的漏网之鱼，而是一开始就会被排除在外。请看这份警方出台的指纹管理守则。这个信息库的登记对象是每一位16岁以上的本国公民，而指纹采集工作是在10年前以前，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人还未满16岁，或者他非本国公民，再或者他早在指纹开始之前就已经亡故，那么这个人的指纹就不会被记录在外。没错，只要沙星警遵循这个思路去查询，一定能够查到指纹的来源。指纹会不会属于一个外国人呢？如果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本国公民，自然也不会采集你们指纹。如果外国人涉案，早在第一时间发现。话是这么说，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合理的答案。外国人并不都是金发碧眼，很多亚洲人种和我们长得非常相似。就算这样的人真的出现在现场，也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吧。既然我国拥有这样公民指纹库，那其他国家应该也有。沙星警，你记住我国刑侦的官员也隶属于国际刑警，能不能请你设法和其他国际刑警分部取得联系，逐一比对一下？还真是让人吃惊的结论呢。你有多大把握？我一点把握也没有，毕竟这个指纹存在那里，无论它属于谁，我们都没有理由放过，更何况是一个卷入了复杂内幕的案件，对吗？正是如此。这样一说，姐姐我还真是没办法拒绝了。不过嘛，调查国际指纹库可不像在网上挑衣服这么简单，除了耗费人力，姐姐还得牺牲点人情。如果调查一无所获的话，一切损失就由小哥你的事务所替我承担吧。我打听过你们的行情，你们所上下全力工作个20年就应该付得起。好了，我这就去调查了，敬请期待。太好了，沙星警监帮忙调查了。哪里好了？稀里糊涂的签了卖身契。不过那个指纹真的会来自一位外国人吗？总觉得接下来的展开有点难以想象。但无论如何，现在能做的唯有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相信沙星警。啊，这是等他吗？这是。看来警方的陈述已经结束了，那么沙星警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再回来了。陆姐，现在轮到你发言了吧？我一直在听。杀害死者的人是被告查红叶，
辩方尚无推翻这一主张的论据，我方无需提出意见。我明白了，既然审判长有所要求，我来说一下我方的看法。到昨天休庭为止，检方一直认为被告是唯一可能犯案的人。但是通过昨天调查，我们已经勾勒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山刑警的调查结果还没出炉，我们无法锁定另一位嫌疑人的身份。为了表述简单，我简称此人为入侵者吧。首先要解决问题，自然是这位入侵者的下矿方式。这倒没有，入侵者还有可能通过是这部绞车到达矿下的。只要有了这个，安全乘坐绞车就成为可能。氧气面罩。看这个，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在青龙山矿坑公园值班室找到的氧气设备。绞车通道之所以不适合人类通行，无非是因为它充满毒气，而且没有氧气。这个防毒面具和一部氧气瓶就足以解决这个问题。顺便一提，这个氧气瓶的气不满，很有可能是在附近最近刚刚被使用过。难道说这个入侵者就是公园的管理人员吗？值班室的钥匙有很多把，而且那里的门偶尔会不上锁，我们昨天就遇到过。任何人都有可能潜入值班室将这设备取出来。此外，绞车的地上也暴露在地表，任何人拉下操纵杆都可以开启。入侵者只要打开开关，带好氧气设备，再从此跳入吊箱内，依然可以安全下矿。的确，5米的水平距离并非常人可及。入侵者是否拥有强悍的身体能力，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现场留下的某个痕迹能证实真的有人完成了这个飞跃。能够证明 OK， 这个很简单啊。这个看这个，审判长，我们在矿坑作业到地面时发现了一个小洞，而这个小洞的形状刚好与这把凶器的短刀吻合。小洞的意义用言语很难说明，不如就让我来画张图示意吧。画了个小熊还，请看啊！如果左边是地面，右边是绞车的话，这位入侵者为了平安跳过5米的水平距离，就要在离地稍高的位置起跳。请不要在意画风，他本应该计算好距离，并以最大力量跳到地面上。然而5米对他来说还是太远了，他只是勉勉强强踩到了地面的边缘。为了避免坠落，他只好拿出手中唯一的工具，也就是凶器戳向地面。如此一来，他只要以短刀作为支点爬上来，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小洞的正后方还存在着地面塌方的痕迹。这个入侵者在抵达作业后不久，就立即被纳普奇小姐目击到了。没错，在行凶之后，入侵者只要原路返回，再次跳上绞车抵达地面即可。这样一来，这个入侵者的行动路线就完美的例证出来了。他的确不会被监控拍到，也很难被人目击。这条路上的每一个节点，我方都提出了非常完备的证据。是的，吊链上的指纹、氧气设备和新来小洞等多个证据都能支持我方的观点。被告是唯一可能犯案的人，这一主张已经不攻自破了。吵死了！对于刚刚辩护的假说，我方只有一观点，那就是驳回，全部驳回。首先，关于所谓入侵者才是本案真凶的假说，驳回。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个尚不能确定真实性的指纹，没有任何线索能够昭示此人的存在。辩方死者的入侵两字不放，却忽略了本案当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被告查红叶的行踪。关于入侵者的行动路线，驳回。辩方提出的行动路线看似合理，实际每个环节都对被告同样适用。全程没有人被人目击，没有被监控拍到的查红叶一样可以轻松获取氧气设备。他可以使用设备乘坐绞车，也可以越到作业区被纳姆奇目击。
辩方那幅画风诡异的示意图对被告更加适用，因为他才是被拍下凶器的持有者。驳回。纳姆皮的证词是他的一己之见，没有任何独立的信息源对其进行佐证。刀到底拿在那个黑影的哪只手上，并非攸关性命的关键信息，就算他看错或者记错，也再正常不过。最后，关于入侵者曾使用氧气的设备一事，驳回。氧气设备已经被不留痕迹的洗刷干净，无法判断它的使用者到底是谁。然而，辩方只要稍做过功课就能发现，氧气瓶里用掉的氧气只够一人往返。所谓入侵者的真身至今不明，但被告长虹月曾以非正常形式下矿，却确凿无疑。如果这些氧气是由他所用，那么根据氧气的余量，别人已再无机会乘坐轿车下矿。辩护方想一切罪责推给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纯属子虚乌有，异想天开之举。请审判长速将审理扶回正轨，不要被对面二人的花言巧语蒙骗。我说完了。那个死预言的招牌是全部驳回，我们该怎么办？就和昨天一样，到底漏掉了什么呢？我方认可陆检的部分观点，不过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却难以沟通。比如说，这套氧气设备被不留痕迹的洗刷干净，所以无法确定它使用者。审判长，你不觉得这事有些蹊跷吗？氧气瓶刚被人用过，痕迹马上就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简直就像在掩盖什么一样。此人你应该见过了，他就是青龙山矿坑公园的持有者郑大千。这个可能无法排除，也许我们有必要听听他的证词。OK。嚯！OK， 叫上来就是想让你确定一下这套氧气设备的状态。OK， 先说说洗它之前的事情，开始作证。我昨天那天在术后观望完，就直接独自回值班室把氧气设备给洗了。这设备积了好久的灰，我把它洗刷干净、晒干就放回柜子里了。哇，就2句话哎。等等，那套设备一直都躺在你的值班室的柜子里吗？当然了，又没遇到矿难，我拿它出来干嘛？等等，关于清洗设备这件事，可以再说的再细节一点吗？要问点什么好呢？详细步骤。你清洗这个氧气瓶的详细步骤是什么？我一手托着氧气瓶，然后一边打肥皂液，一边拿刷子把瓶身刷了个遍。等等，直接把肥皂液抹到刷子上再刷不好吗？他一手托着氧气瓶，然后同时把肥皂液和洗刷瓶身嘛，怎么办？要在洗刷设备上一点提出反对吗？
这个地方要提出反对啊。反对。郑老板，你刚才描述的洗刷设备的方式好像有点问题吧？你的证词是一开始就提到自己是独自回到值班室清洗设备的，可按照你所说，你当时是一只手托着氧气瓶，并同时打肥皂和刷洗。想独自一人完成这个动作，难道还长了第三只手不成？啊，坏了！不，你刚才的语气很肯定，甚至还向我们传授了这样做的好处，你并没有记错。我可不觉得这是口误，这个不经意的破绽揭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郑老板所描述的洗刷方法说明，还有另一个人。毫无疑问，郑老板在洗刷设备时还有一位帮手。反对。真身为工人的诱惑者找个下属帮忙搞卫生也无问题。话说如此，但请不要证人在案发当天早上的行动。他可一直躲在公园的门口术后，监视着唯一的出入口。如果有一个人此间来到值班室帮他刷洗设备，为何他在昨天的证词上对此人只字未提？到底是看到还是根本就不想看到？这个结论恐怕有待商榷。当然，和郑老板一起洗刷设备的人就是他的老婆。看这个，这位美丽的女士是郑老板，你再这么装下去可就没有意义了。和你一起在值班室清洗设备的人就是你的妻子杨云燕吧？杨女士当天早上曾经前往值班室看望你，这一点你们两人昨天可都承认过的。她去值班室看望你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我更关心的是她到底是何时从何地到达值班室的？你们两个人为何猛然想起刷洗这套平时根本用不上的氧气设备？你们合力清洗自己的私有财产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事，为何你要如此讳莫如深？该进入今天的正题了吧？一开始就准备好的事，无需时间。就是刚刚提过的矿主妻子杨云燕，对吗？啊，你就是那位郑老板的夫人吗？啊，初来驾到，对我如果冒犯，还请多多海涵。啊，米女是青竹山矿坑公园所有者郑大千之妻杨云燕。米女不才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哦。吵死了！OK， 询问。不是先询问，先作证。先说早上干了什么。米女在那天早上行动很抱歉，都是些不足挂齿的琐碎小事。清晨，米女像往常一样为外子准备早餐，她当时还未起床。强调将早餐放入她的工人包后，米女就去市场买了一些日用品。当我来到公园值班室时，发现外子正趴在桌子上睡觉，怕他受风寒，米女就为他披了件衣服，不慎将他吵醒。
这临时休矿，外子开始打扫值班室，民女也就跟着帮忙。在那之后，民女打算陪外子下矿，却不料遇到警车。OK。等等，哈哈，等等，说明他是编的，对吧？等等，等等，是否真的不足挂齿，要由法庭来决定，还请你尽力回忆起每个细节。傻田放作证之人没有地位高低或者是能言善辩之分，你不必谦虚到这个地步。OK。等等，大概那时是几点？按照平时的习惯，我想应该6点钟左右。等等，等等，OK， 我再一次前往矿坑公园这件事本身。具体时间？虽然郑夫人作证很认真，但是这些内容好像都和案子扯不上关系。的确，她的每句话都是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停止询问啊，这块儿。边方已经没有问题了。是的，该问的已经问完了。没有。已经束手无策了吗？当然不行。选择出示证物。边方这里有一件证物，希望杨女士能为他做出合理的解释。OK， 就是这个呼吸口。看这个。啊，这是什么？杨女士，这枚一次性塑料呼吸口，你应该还认得吧？迷你昨天洗刷设备时就在寻找它，未曾想到竟到了龙所长手中。此物是我公园的矿长，还望您速速归还才是。归还是肯定的，不过没必要这么着急嘛。我今天听张老板说过，这个呼吸口他拔下后就没有洗过。如果我们检测上面残存的痕迹，迷你在当日不仅协助外祖做清洁工作，也帮他检查过设备。也许迷你曾顺手拿下来试用，你所谓的痕迹又能说明什么？这座矿山公园以及他所属的全部设备都是我家私有。迷你虽然愚笨，无法像外子那般运筹帷幄，但来往家中的产业却还算得上是啥呀？算得上是勤快。就算是公园的每件物品、每个角落都充满迷你的痕迹，恐怕也再正常不过了。龙所长既然执意如此向迷你发难，恐怕有些牵强。啊，这相当于认了啊，认了这上面有自己的痕迹啊。
诸位，我家公园因案件发生已经两天没对外开放了，外侧还有数不清的事务要打理，不如让民女先行一步，助他一臂之力吧。反对。没什么，只是觉得该反对一下，却没有什么要好说。这个属于逆转经典梗了，我靠！请问各位观众，又让迷你见了不少世面，那我们就此别过吧。反对。啊，是谁？哟呵！姐，我才出去这会儿，怎么就有人不认得我了？我回来还不高兴吧？快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给你呢！没错，就是那个男道说，我不得不说一句，你们两位飞行的非常漂亮。和你推测的一样，这位指纹属于一位外国人，准确的说，他是一位来自天照民国的公民。此人名字就是林小璐，会李湘。竟然是那个家伙，不过他应该是，果然啊，他这个死是假死啊。没错，记录上确实如此。然而这个指纹其实就出现在这个矿坑公园里，而且警方可以保证他是最近几天才留下的。不仅如此，他在案发当日来过现场。看到这个结果时，姐姐我也吓了一跳。不过以天道的道行，为成吉名人做一个移花接木并非难事。只要将这个林小璐，也就是奎元还活着，本案的一切可就要重新审视了。OK， 我就说啊，这有可能会假死啊。没错，他是以一介死者的身份，又如何在这矿坑公园中出没却不被发现？以及此时此刻，这个林小璐库里想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就是这个姐姐，他老婆。怎么了，小哥？难道你有什么想法？我有一个听起来非常荒谬的结论，但除此之外，我想到别的可能性。我想我已经知道林小璐库里香在哪里了。就在法庭里。OK， 这有一个彩蛋啊！我这看到了有一个彩蛋。在第4章，指认雷东雪为某人。OK 啊，存档一下，读档一下，就是杨云燕。OK 啊，因为他就站在证人席上。这位刑警同志，进门开始，民警就对你的所言之事云里雾里。敢问各位讨论的究竟是何许人也？2年半以前，在下班路上被卷入一起惨烈的车祸。
以当时的情景还能捡条半条命回来，已经是万幸了。办车祸，我怎么没听过这事儿？的确，你的容貌、年龄和性格和5年前的林小璐、惠里香完全对不上。你的变化之大，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足以蒙蔽任何人眼睛。然而，整个旷古公园上下疑点重重，最重的就是你。你说昨天经历的事，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你能凭借优异的直觉套入我们手中的设备，却对郑大群对你的记忆产生了偏差。你的名字真的是杨云燕吗？上至身份证明，下至警方几年采集的证据，它都是属于我国公民杨云燕的。如果你杀死了真正的杨云燕，设法夺走他的一切证件，又会如何呢？嚯，这是替身啊！我还以为是他从那个自己伪造了一个，没想到搞了个替身啊！但你要如何证明眼前这个杨云燕就是林小璐、惠里香呢？OK， 啥呀？愿闻其详。可以检测杨云燕真实身份的证物就是。看这个。说来也巧，这是我无意中从法院的储藏室里拿来的陈年旧物。5年前，施刑警在第39届市运会现场遇害，这枚指纹锁就是当年的证物。他所属的26号储物柜背后有一条通向案发现场的秘密通道。更重要的是，这个密码锁中登录了作为运动员参赛林小璐、惠里香的指纹。除了林小璐本人，这个世上没有第二人能打开它。拜此物所赐，我们无需动用什么复杂的科技手段啊！开锁。那么杨女士可否借你的手指一用？是这样的，我反对。OK。OK， 其实那天早上一来，我就发现，值班室的氧气罐子不见了。我在术后监视的真正目的，就是想看看这小偷到底是谁。之后看到些什么人，你们都知道。我只小睡一手，不误事。当时我看见有人拿着氧气设备从公园里面走出来。那是个女人，但绝对不是我老婆。我看见她身上带了匕首、枪支、很多武器，出于安全考虑，才一直没说出来。欢迎一份不可以吃的宵夜进入直播间。哎呦，欢迎宵夜回来！啊，不是，欢迎宵夜，晚上好，晚上好，不是宵夜回来。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了公园遭到可疑人员入侵。OK， 哈哈。OK， 询问。存档先。看到人了。
那个人，在向哪里走？你们公园的值班室吗？等等，就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等等，你的意思是你看到的人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状态进入公园？等等，我记得你很早就到达公园了，氧气设备那时就不见了吗？等等，等他只是顺便吧。瞟了一眼后山，发现脚车正在运转，发出响声。对，等我脚车全没关上，所以我才觉得小偷可能还没走。等等，也就是说，你昨天说的这些目击情况都是真实的。当然，我这段时间做人堂堂正正，不会干那些不敞亮的事儿。哦，醒来正好看到了最关键的一幕。这份证词可信性实在太低，我们说不定可以借鉴此套套出更有情报的价值。也就是说，郑老板对林小璐是怎样的人应该一无所知。哦 ，OK，这个，因为这个，从不使用枪支、炸药等热兵器。反对。郑老板，你这漏洞百出的证词到此为止吧。林小璐护理香这个人，你恐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了解吗？这份资料是在5年前因和天盾对抗牺牲的优秀刑警留下的。林小璐护理香也就是天盾最高干部之一奎月，是一个受过精良训练、擅长投掷利器的杀手，警方从未有过他使用热武器的记录。如果他真的要潜入你家公园，绝对不会选择枪支、手雷这些引人注目的武器。你明白这件事对你来说难以接受，但是你要清楚，你现在包庇的这个人双手已经沾满了无数血污。6年前的30爆炸，5年前的761事件，还有数不清的绑架案、贩毒案件，天盾这些年来所作所为，全世界都有所报道。难道你了解的还不够多吗？OK， 吵死了！不够。你的目标，你的人生是什么，与我毫无关系。但是对死去的人来说，这些远远不够。对生者来说也是如此。你可知道，一场罪恶带来的不幸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那些背负着痛苦记忆和荣耀活在世上的人，为了不断在黑暗中摸索道路而前行的人，割舍了自己所有过往来寻求答案的人，这应该就是指的他每一个人啊，就是展示的谁就是说的谁。亲手将自己憧憬的未来重新谱写的人啊，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是原本是读音乐的，后来他爹因为这个事件死了，干检察官了。他承受了巨大痛苦却无法为自己辩解的人啊，这是他。你那些渺小而可悲的坚持，对这些人来说根本一文不值。张老板，真相有时并不美好，它却是唯一公平的东西。因为无论谁来，袒护或者粉饰，发生的事都已经无法改变。所以郑老板，请你考虑清楚，说出实情吧。许可你刚才的证词，我们反而锁定了那个人的嫌疑。案发当天你看到究竟是谁？他在你眼皮底下到底做了什么？我不能背叛。他是杨云燕。
大钱已经可以了，是我利用了你，仅此而已。你会在术后监视，会背着我将氧气瓶的呼气口藏起来，说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即便如此，你还要这样苦苦支撑，又是何必呢？我有些事情需要解决，现在就请你立即离开。OK 啊。好了，没了打扰的人，正戏终于可以开始了。哟呵，有配音了，挺好。龙所长，你刚才需要我做什欢么来着？迎龙泉沙指 Sense 纹下划线密码锁是吗 CH 进入直播间。只需要你伸出手指。啊，真的打开了。真的打开了。本来我大方承认便是，奈何你们非要我走这个过场，我就配合一下好了。嚯！毕竟，你们这种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我最讨厌了。你这是脑子秀逗了，还是被那个吊车尾的律师大叔收买了？你们这种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我最讨厌了。你果然就是凌小璐惠梨香。哎呀呀，看样子在这场变装游戏上，是我输了。不过拜各位所赐，艾丽卡玩得很开心哦。你胡子爷爷，好久不见了呢，您可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呢。这个说话的感觉都回来了。是你，真的是你。啊，要休庭吗 ？OK。OK， 一片混乱啊！完蛋，那件事做完，哪件事？啊，确实是个很不好对付的家伙。这是主变更换啊！在我回来之前，不协调感。哦。OK， 办理啥手续啊？欢迎不叫 Kai-op 的 Kai-op 进入直播欢迎间。Kai-op， 晚上好，晚上好。OK。
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变成了纳木齐，没想到他变成了郑大钱的老婆。那么，关于查定光在青鹿山矿坑遇害一案再次开庭，在先前的审理当中，案情因证人身份的改变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庭上站着为异常危险的人，还请双方谨慎行事。你和你哎，陆军朝对天盾的了解远胜于我，让他主事是更合理的选择。只不过本案最初负责人是我。OK， 我并没有什么企图，只不过是过腻了天天躲藏的生活，想换个生活身份重新开始。这杨媛媛本来就是死人一个，在2年前的车祸中重伤不治，已经先去了。直接冒充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北漂族，年龄又和我相仿。我将头发留长染了之后，面容还真的和他有几分相似。以上种种对继承身份来说十分便利，仅此而已。我在5年前当然是25岁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打扮成杨元燕的样子，再从医院的太平间里奇迹苏醒罢了。他的遗体我可是厚葬在了本市一流的陵园里。哎，你怎么还在呢？而且龙秋风、雷东雪、陆成荫的儿子还有沙欣景也在。5年前我们与各位的恩怨刚好还未了结，今天的舞台也倒是齐全了。各位似乎认为我的出现就可以颠覆你们一切对本案的推理呢？我呢，在5年前出于某种原因暴露的身份，你们说我是魁月，我承认便是。不过，就算我手上有些许命案，也给诸位带来过不好太美好的回忆，这些事却证明不了我和本案有任何关联。OK， 容许我去接一杯水。去接杯水，大家等我一会儿。OK，
的确，我隐瞒了身份，但对刚才的证词可以没有半点要修改的意思。案发当天，哎呀，弄错了。案发当天，我一直在公园里老老实实待着，尽着我应该尽的责任。至于那颗练车铰链，也许我在地上检查自家设备时摸过，谁知道呢？说到底，我在贵国当了那么久的家庭主妇，早就不问世事了。你们连被告的行踪都没搞清楚，却抓着我不放，不是把重点搞错了？好了，这就是各位想要的真相，还满意吗？等等，家庭主妇执行的伪装。自从理想路惠里香被宣告空难死亡，奎爷就再没有任何行动。等等，那个氧气瓶里的氧气只少了一个人往返的量，用过它的人只能是你家小助手。等等，如果氧气是他用掉，那么别人就没得用。也就是说，你认为氧气瓶里缺少氧气是红叶往返矿坑时所使用的。是怎样下矿的？最好再重新回忆一下。每个人的行动需要仔细回忆一下。监控吗？8点、9点、9点半。反对。杨女士，哦不，林小璐小姐，你对被告的推断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却完全说不通。我们知道，氧气内瓶的氧气大约用掉了20%，这刚好足够一个人乘坐脚车在矿坑与地面中间往返一次。然而，我的委托人真的这样做过吗？那你请看好了，监控记录清晰地显示，红叶从矿坑离开时使用了升降机。就算他曾经乘坐脚车，只会用掉单程的氧气。这和氧气的余量根本就对不上。反对。郑亚乾不是专业氧气维护设备的人，他对氧气的用量判断未必准确。如果被告仅乘坐脚车穿话，因为操作不到放到了些许氧气，也会造成这个结果。不，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事实如你所说，红叶就要先佩戴氧气设备乘车下矿，再拿着设备从升降机返回地上。在这张监控画面中，红叶的双手空空如也。与他一乘坐同一班的张卫帝也从未看到他拿着氧气瓶和防毒面具。我们结论很简单，被告常远根本不可能是氧气设备的使用者，有机会使用它的人必然在往返2程都乘坐了轿车，而这个人只能是你。这样一来，我建议你还是老实交代。OK。这有什么不可能？想必你家小助手接他下矿之后，不想让他出现在监控中，就索性将设备丢进了脚车。反对。OK。
找死了。怎么的了？边锋的使用太过聒噪，我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关于杀人动机的例证，对方始终没有给出。哦，提示了，杀人动机。那个对话吧，30年前的那个对话吧。就是他。啊，不是。就是他。这是被害人身上找到那个来自天的卡片吗？这时，虽然村长被选为射箭人的理由令人费解的，请大家注意，这围棋上清楚写着，矿坑下有一处废矿，有人在那里和你接应。也就是说，矿下和村长见面的人一定是天盾组织的成员。我们现在所有相关这里天盾成员就只有林小璐你一个。欢迎烟鬼大大进入直播间。欢迎烟鬼大大，晚上好，晚上好。关于地面上的完整血迹，虽然雷简以拥抱的方式刺杀作为解释，但随着林小璐身份的暴露，又出现一个全新的可能。我们知道魁也就是林小璐是一名受过精良训练、身上投掷力气的杀手。试想一下，如果村长是被飞刀刺杀的，是不是更加合理？呀呵，卡片里提到有人和你接，你们就二话不说的强行指控那人是我，因为我身上飞刀就出现可能飞刀杀死人，那一定是我干的。对，得有证据啊。呀呵，对决了，来了，又有配音了，太好了，不用我配了，歇会儿。我一定会把你那可笑的推理，通通驳斥的体无完肤的。你们死咬着说我是凶手，无非是反对。哎呦！目前案件的相关人员中，只有你一个人是天盾的成员，说你是嫌疑最大的人，当然无可争辩。哦，说的你好像对天盾了如指掌一样。你该不会觉得我们只有7个人吧？难道不是吗？啊，真是败给你！我们7人只是组织的最高干部，但普通成员可是遍布天下。说不定这个法庭的旁听席里就坐着几个呢。难不成你要给谁养谁？欢迎天，晚上好，晚上好。你们死咬着说我是凶手，无非是因为案件和天盾扯上了关系。难道我是天盾的一员，就一定要对组织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反对！你是天盾的7名最高干部之一，组织的动向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伊迪亚里，小律师，你怕是从来没有过亡命经历啊？这经历正常人都不会有吧？隐姓埋名的生活并不那么自由，就算是有组织的扶持也一样，更何况我没有。而且无论我是否知晓动向，又如何，依旧无法证明我和本案存在关联。有点道理。你们难道我是听好了？你们找错人了。我和死者素不相识，他和组织更是毫无关联。反对！这个应该有点问题吧？如果你说死者与天盾毫无关联，
那么死者又为什么会收到那封威胁信呢？伊迪亚里，别在这里跟我玩文字游戏。我的重点是我本人和这位老人毫无瓜葛。反对！你刚刚说的明明是你与死者素不相识，且死者与组织毫无关联。如果你真的已经彻底金盆洗手退出组织，又怎么能确定死者与组织有无关联？你的发言恰恰说明了你和天盾组织还有联系。好好，那就算是我把话说满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组织和这位老人究竟有没有关系。我这2年一直在给郑大钱煮饭、烧菜、洗碗，早就懒得管这些事了。这位老人的名号我连听都没听过，我也纳闷他为什么会被卷进来。昨天的庭审我还是听大钱转述了的，我只知道组织好像给那老人寄了张卡片。你们所有人再加上警方，不是也一样搞不清楚组织为何要威胁他们？这的确如此。除此之外，我相信你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能证明我和死者相识，不是吗？没查到，并不代表不存在。哼，嘴还挺硬。我不介意给你这脑筋转不过来的笨孩子多解释几遍。OK， 我再强调一遍，当天我没有去过现场，也和死者没有过任何接触。我是真的金盆洗手了，就连汉德、向不对，都是看了新闻才知道的。第一句得反驳，不过我个人觉得第一句应该没什么要点。我是真的金盆洗手了，就连汉德、象限相继死去，都是看了新闻才知道的。反对！如此重要的事，天盾怎么可能不给你通风报信？伊迪亚里，省省吧，这2年间我身边的一切，你都可以随便搜查。我相信你根本就找不到哪怕一条和组织有关的线索。退一万步讲，就算天盾真的给我通风报信了，这和本案又有什么关联呢？确实没有。我是真的金盆洗手了，就连汉德、象限相继死去，都是看了新闻才知道的。我尽职尽责地经营着新生活，才没有你们设想的阴谋。反对！你从全球警方的搜捕中销声匿迹整整4年，很难想象你背后没有助力。我更愿意相信，你是天盾布在青鹿山的一枚棋子，随时等待着为组织效力。伊迪亚里，所以呢，你现在所说的一切，还是在攻击我作为魁月的身份。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发现我天天都在和组织打电话聊天，又能怎么样？因为我是一个犯罪组织的干部，所以就能任意把各种罪名都安给我了吗？我再强调一遍，当天我没有去过现场，也和死者没有过任何接触。反对！感觉不太对吧？你真的能斩钉截铁地断言，自己和死者从来没有任何接触吗？伊迪亚里，没做过的事就是没做过，我和这死者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认识和接触。你空口无凭，拿不出证据，对吧？我这就用证据来戳穿你的谎言。呀！哎呀！案发当天一定有死者接触过，我操！看看啊，这个就是他。最开
开始我还对这件证据困惑不解，还要感谢你的出现，将答案告诉了我。林小璐，你刚刚声称自己在案发当天既没去过现场，也没见过死者，那么这件证据，你打算怎么解释？这是OK 啊，差点 GG 了。运动员纪念品吗？原来如此。是的，这块手帕是5年前本国举办的第39届环宇世运会的纪念品。这个款式是我国专门发给参赛运动员的。麦开了吧 ？OK。更重要的是，村长临死前将它紧紧攥在了手里。村长体弱多病，根本不可能5年前跑来本市观看比赛，他更没有途径拿到这绝版的纪念品。有资格拿到它的，只有在5年前作为体操运动员参加过世运会的你。不错，一块5年前已经经历5年手帕，上盘多半有着无数使用过的痕迹。我隐瞒了本案最为关键的情报。我真的没想到你长得这么清纯可爱，却干出这么过分的事来。我把这块手帕送给你，却把它留在了案发现场，是想陷害我吗？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反对！反对！哇！请等一下！我想起来了。反对！哇，直接认罪了，红叶直接认罪了。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这所谓的真相准确无误。反对！如此草率的认罪声明，别说是我们，恐怕连检方都不能接受。只有一句是我杀的，我方无论如何都不能信服。如果你真的想认罪，就走到证言台上去。你的行动路线、你的作案细节，还有你的杀人动机，既然你想起来，就全部说清楚。如果哪怕我发现哪一个疑点，就算红叶你的证词，我也会彻底推翻。那天我给冬雪姐姐发过请假短信之后，独自来到了矿坑公园。在矿坑门口，红叶遇到了这位阿姨，她的手帕是那时候得到的。然后红叶从值班室偷走了氧气设备，从那个脚车去了矿下，是红叶那把刀杀死了叶。其他问题与案件无关，我拒绝回答。反对！
为什么要去偷氧气设备？等升降机不好吗？反对。OK。氧气瓶里的氧气明明少了供一人往返的量，但按照你这么说，你只做了单程轿车，这氧气余量你要怎么解释？红叶不太会用那个氧气瓶，也许因为操作失误放掉很多氧气。虽然你不太会用那个氧气瓶，为什么你能放心的带着它坐上轿车？万一面具没有戴牢，或者设备没能及时出气，可能会出人命的。等等，反对。等等，等等，收到红叶收到爷爷的短信，短信里说他已经到了我们的城市，会在那个矿下面等我。是的，爷爷对电子产品不太熟悉，但发短信、打电话这样的基础功能还是会用的。反对。警方已经调查过被告的随身物品，并没有发现他的手机。顺便一提，司机的手机没有找到，恐怕他们都被丢到矿坑深处，无从查起。反对。你推测不无可能，但证明不了的是，再多做也毫无纠缠。即使邀约被告的不是死者本人，也推翻不了被告自己供述的行动。等等，你在案发当天和这个杨，我是说林小璐女士见过面吗？是的，就和她说的一样，当时红叶因为等不到升降机有点着急了，但是这位杨阿姨刚好路过，她就跑了过来关心我，还把手帕送给了我。反对，真的吗？这样吗？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认罪，你有没有胆量把这句话加到证词里去？红叶没有被任何人威胁，只是刚刚想起了一切。放弃询问啊！并不是，我们仍然认为被告是出于某种原因才说出这段不自然的自白。不过，再继续询问下去，我们也发现不了这个原因。被告的自白逻辑通畅，与现场证据毫无矛盾。我方不希望辩护律师输得心有不甘，才放任了刚才这段毫无意义的询问。你们两个还要继续装聋作哑下去，也该有个限度。反对。有疑问的是我方主辩护律师。红玉这段极度不协调的证词背后，一定隐藏某种更深层次的秘密。OK， 我试试看。哦，存档。事到如今，我不可能再获取新的线索和证物，恐怕手中就是这些一切。红叶一直以来我最信任的人，我们到底是哪里想错了呢？一定有某个关键证据被我们遗漏了。我依然相信，
截止红叶认罪之前，我的每一个推理都是正确的。顶替了杨媛媛身份的林小璐会李湘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成为矿主夫人。在案发当天，他拿走了值班室的氧气设备，并用它乘坐绞车来到矿下。绞车与作业区的地面距离很远，需要杰出的判断力和运动能力才能越过。但这对曾经身为世界级体操运动员的林小璐来说毫无难度。他在矿下与村长见面，并下手杀死了他，之后用绞车原路返回。根据郑大钱的供述，林小璐很有可能往返值班室时被躲在了树后的他目击了。就算他没有当庭承认，这一点根据庭上众人的反应得到了证明。种种迹象痕迹已经表明，杀死村长的凶手一定是林小璐会李湘无疑。然而红叶在这个微妙的时机恢复记忆，打乱了我们全部部署。红叶这孩子一开始离奇失忆，现在又突然恢复记忆，他所说的一切都与林小璐强词夺理相互证明，实在是太不自然了。红叶他真的失忆了吗？没有失忆。红叶从案发开始到几分钟以前都是处于完全失忆的状态，也就是在林小璐即将进入绝境时，他却神奇地想起了一切。怎么想都不是巧合。虽然在第一天调查时就用真理声枪检验过，红叶并没有说谎，但这个设备毕竟是可疑的黑科技，说不定他那天刚好出了问题。红叶的失忆果然是假装的嘛。从刚才的表现来说，他明显是接到林小璐的授意，为了袒护他才认罪的。这样一来，就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红叶到底为什么要袒护林小璐？不对，刚刚询问的时候，沙星姐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红叶的熟人安然无恙，天遁就算手眼通天也动不了。警方正在全力保护的人。红叶在案发之后被关进了看守所，根本没有和林小璐接触，他们甚至没办法交流，哪来的胁迫？啊！哎，红叶选择主动服从他。红叶袒护林小璐的原因，我真的一个都想不出来。如果学者龙叔的样子将思路彻底颠覆，得出的结论是，难道说他根本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无条件的主动服从？使用值班室氧气设备的人究竟是谁？他呀，没错，林小璐胡言乱语，我才不会相信。使用绞车下矿的人只能是他。无论是塑料呼吸口、链条上的指纹，还有能够跃比5米间间距的能力，一切证据都指向了他。如果使用氧气设备的人是林小璐，有一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那就是红叶究竟如何进入矿坑的。能够进入矿坑就是使用绞车运送客人用的升降机和运送矿物的绞车是矿坑和地面之间仅有的通道。欢迎灰旗，晚上好，晚上。既然升降机可能性已经排除，那红叶就必须坐绞车下矿。建筑的这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的，红叶是怎么克服绞车通到那无氧气毒气的环境的？OK， 红叶一直在屏住呼吸，这怎么可能？检方为红叶定罪的主要证据是，除了他的自白外，就是张维迪拍下的那张照片，因为他被拍到接触凶器，可凶器上却没有他的指纹，这成为他破坏现场的实证。我就从这个问题入手吧，为什么凶器上没有红叶的指纹？你啥意思？啥呀？红叶本来就没有指纹，这怎么可能？啊？什么呀？这说的啥呀？那些看似荒唐的推理真的是错误的吗？没必要纠结了，他们是我排除了已被证伪的可能性中唯一的选择。想知道是对是错，就把他们串起来试试不就知道了。首先是红叶到底为什么袒护林小璐？
红叶只是无条件的服从了他。接下来红叶是怎么克服脚上的通道无毒环境的？红叶不需要呼吸，这他妈是人吗？我操！最后为什么胸肌上没有红叶的指纹？红叶的手指无法留下指纹。这些推理全部串联一起，得出的结论就是：当天红叶没在。啊？什么结论？我操！快说给我听听。不是人类？啊？啊？不是，我操！他妈机器人儿！这就是我们一直苦苦寻觅的真相吗？所以炸弹一直藏在红叶的身体里。是啊，肯定有机会。那004呢？What the fuck！ 004啊，那家伙从同一天被改造之后就离开研究所了呢。所长说要004做一个实验，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竟然拿着对人类的测谎工具来测一个机器人，真太蠢了。能够伪装成人类的机器人，若遭恶用，恐怕是最可怕的武器。所幸那青鹰只有半身人像，所以才没有被送去什么危险的任务。朱平江所制作的另一台机器人 GBXF004， 就是你吧？啊！能够解释一切的答案。它听起来荒谬至极，可它却是唯一的可能欢性。迎 G7Z 进入直欢迎播间。G7ZZ， 晚上好，晚上好。红叶，你真的是茶红叶吗？红叶，如果不是红叶，还能是谁呢？你为何会对第一次见面的凌小璐唯命是从？你为何 G7Z 会一说直失忆？晚上好。却在晚上好，晚上好。想起一切。如果葵月才是氧气设备的使用者，你究竟是如何下矿的？还有，身为平凡乡村少女的你，要怎样才能跨越5米的距离，从脚车来到地面？答案只有一个，你的真实身份就是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离开的机器人 GBXF004。什么？是的，审判长陆姐，你们应该还记得研究所另一部作品《青鹰》吧？没错，他的上半身与人类一模一样，下半身因为肢体损坏而装了辅助移动装置。如果他的下肢完好如初，我想即使他站在我们面前，也没有人能看出他非人类。而编号比青鹰更好，技术理应比更先进的004更是如此。研究所所长朱平江已被证实为天盾干部象限，见他是组织技术的提供者，他的作品恐怕也是听命于组织的。宁小璐身为天盾干部，或许可以直接对红野下达命令。反对。我不知道你哪根筋搭错了。反对。这个结论确实匪夷所思，但被告的反常之处，我方一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直接谢嘛。有一件只有我知道的物品，一直安静地躺在我的公文包里。红叶，我不知道你被下达什么命令，要对一切闭口不言。但是这件证物可以一定程度上记录你不是真正的茶红叶。我操，这个。就是他。各位，请看这个东西，这是一只来自超品江仿真机器人研究所的海报，不过它的内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红叶在看守所里，在他的背面为我写下了几句话。这些文字内容确实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他的笔记。没错，就在今天，沙刑警为我们带来另一份红叶写下的东西。这是2年前查红叶为村长所求的护身符，其中还有一些字与我手中的海报是相同的。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不用做专业笔迹鉴定，大家也能看出这2种字体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红叶，你久居山村，不曾外出，你的字迹没到2年之内发生巨大的改变。你能清楚地记起自己曾经写下这个字条，但上面的字迹却和你现在的你不同。也就是说，你仅仅拥有查红叶的记忆，却不是查红叶本人。反对。研究所的技术我们都目睹过，它可以将人脑中的记忆无差别移植进电子内核。笔记相当于人的生活属性，也是记忆部分，没道理在此处存在偏差。机器人技术的事儿，你我乃至整个法庭都不是专家，让玩家猜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某个曾经让我们难以理解的证物，现在却可以进一步证明我的推断。是的，这件证物可以理解红叶自己变化的原因。包括那个小缺陷，就是他。死者曾经携带的记忆芯片，是的，其中最近的一段录音内容，刚刚已经在庭上听过了。由于情报的缺失，我们都感觉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但如果被告的身份是机器人，那这段对话的意义就耐人寻味了。过程很成功，明天就可以用了。非常感谢，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突然有配音了。不必了。欢迎芒果 soda 进入直30多播间。年前是您救欢迎芒果 soda，晚上好，晚上好。我生平最讨厌欠别人人情，这就算一命还一命了。就可能是所长的话。那老朽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严格保密，这件事您本不该知道。本不该知道。这个肯定。还有，虽然我尽力保证了完全一致，甚至包括那个小缺陷，不过这种东西我就搞不定了。这么专业的词，老朽可听不明白。等一下，这是什么？助听器？有录音功能吗？有的。老朽怕重要的话听不清，偶尔会把录下来的内容重新听。保险起见，关了吧。这是？难道那个声音 A？ 是的，我想他可能还属于机器人的制造者朱平江。他们正在讨论的正是用机器人代替真正查红叶一事。也就是说，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被告并不是真正查红叶。朱所长所说过的，他已经尽力完全做到一致，甚至还包括一个小缺陷。这个所谓的缺陷，可以理解为他对查案村人所患夜盲症的再现，而且他无法还原被村长认为的专业词，恐怕是肌肉记忆吧。正是对被告笔迹变化的最佳解释。我不能反对。被告，我之所以非站在这里不可，就是想弄清你到底什么来路。你忘了吗？你身上的异常之处我早就注意到了。那是我从你身上抽到的，虽然也是红色液体，但那根本就不是血液。不是，这话你不早说啊！当时我对这个结果百思不得其解，但你又却与那个经过坠亡案子无关，没有立即提出。但是当我听说你因杀人嫌疑被捕时，立即申请接手这个案子。我并不知道什么机器人，只是单纯觉得这件事太过诡异。现在看来，你身上果然还隐藏着更多不告人的秘密。你忘了我已经告诫过你，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你不听还能怨谁？
被告，你还要强撑下去，我就早就为这个状况做过准备，可以为你严明正身的法医就在庭外，我随时可他请来。那个，我该怎么做？冬雪姐姐，还有雷姐，你们果然很厉害呢。很抱歉，一直以来是红叶，我是说，是我骗了你们。我是由朱平江亲手制造的超仿真机器人，我的编号如你所言，是 GBXF004。这，谁来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吧？肃静，都给我肃静！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就是我想破了脑袋，也完全无法接近的真相吗？幸好还有你在。审判长爷爷，冬雪姐姐，律师叔叔，谢谢你们曾经这么相信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我实在是非常抱歉。我想，真正的查红叶早在1年多以前就病逝了，我并没有见过他。在他刚去世不久时，所长将他的全部记忆移植给了我。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和我们相伴的人，是的，从一开始就是我。请原谅我不能说出实情，因为在做的就是让机器人以人类身份融入社会的实验。与世隔绝、少有外人来往的查家村可以说是实验初级阶段最好的舞台，而他为我下达的最后一条命令就是全力伪装成查红叶，不要被任何人发现。不能违抗他的命令。事到如今，任务已经失败，我也再无伪装的必要，才能说明一切。我拥有红叶记忆、人格和思维方式，有些本来就是我不可缺少的，这些本来就是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遭遇格林先生的案子，到走出村子探长旅程，再到成为龙盛律师事务所的助理，每个行动，每一个决定，都是出自名叫查红叶少女的本心。最令我意外的是，冬雪姐姐竟然带我回到出生地，也就是那座研究所。研究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我被改造之后的样貌，但是003肯定会在一瞬间就认出我来。为了不至于暴露，我只好找个机会先和他接触，让他充分配合。在那个研究所里，我获悉了所长的死讯。所长他并没有设置过我该怎么应对他的死亡，我只能继续伪装下去。反对。呵呵，亲情粉碎机。很多让我们先前感到费解的问题，现在也需要重新思考。没错，我们试图梳理一下本来剩余的谜团了。首先是那个我们自己案发生产以来就极为困惑的问题，就是天盾到底有什么理由非要威胁这个与世隔绝的村长不可？难道是因为他是被告身份的知情者，所以必须要灭口？不，绝非如此。首先从录音内容来看，朱所长应该是瞒着组织将此事告知村长，而且如果天盾真的想除掉村长，他们大可潜入安保薄弱、人迹罕至的查家村直接动手。将一个体弱多病的7旬老人叫到100公里之外的废矿，根本不合逻辑。是的，我想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弄错。这份威胁信虽然出在村长身上，但他真的是寄给村长的吗？啊，寄给查红叶的，寄给红叶的，就是他。
没错，身为天盾高层干部朱平江已经对自己有一天落网或者身亡有所准备。我想他在死后不会任由自己的作品流落在外，因此启动了某个应急机制，就是告知天盾其他成员这部机器的藏身地点。林小璐小姐，我说的对吗？天盾还有可能并不知道机器人所伪装的之人姓名和样貌，所以不得采用寄信的方式邀约。这封信上既有威胁的内容，也让拥有人类信息的红叶不能见死不救。卡片的末尾还使用了天盾的徽章，他或许对红叶有激活命令的作用。然而他们对他始料未及的是，真正的机器人也就是被告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离开了村子。这个情报就连朱所长都不知道，因此他们在机缘巧合下将微信信寄给了错误的对象。反对！我的主张确实进行了一部分合理想象，佐证它的证据是存在的。OK， 就是订过一张长途车票，就是他。别急，重要的不是手机，而是手机里通话内容。在案发当天，我曾经和查家村的某名村民通过对话，当时的通话录音就保存在这里。啊，果然是你！你知道村长来城里是为了什么事吗？问这个干嘛？我哪知道了？他代收了个快递，然后突然说要去你们那儿一趟，然后我就帮他订票了。重要的是，这位村民已经证实，村长是代收了快递才决定出村的。查家村就算民风淳朴，村长也不至于随意私自拆别人的邮件。正是因为这份邮件本应是寄给他同一屋檐下的红叶，他才能将它拿到手中。也就是村长误以为这封信是威胁他的吗？不失为一种可能。我相信他在拿着信件的同时，应该会知道他真正的收件人，毕竟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红叶的真实身份，也许他就早料到会有那么一天。红叶是天盾组织的作品，天盾迟早要将红叶从他身边夺走。虽然这并不可能，但是唯一合理解释，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村长按时赴约，而与他会面的人就是你，林小璐。你为了避开监控，就带着氧气设备从绞车到达矿坑与村长见面。无法想象你们谈话的内容，但你杀人的动机却非常清楚。你们组织约来的应该是朱平江制造的机器人，但出现在你面前的却是一位七旬老者。你很快就能意识到这个人不是你们想要找的人。按常理推理，你接下来会怎么想呢？我们的情报泄露了，这个人是知情者，必须把他除掉。没错，就是这样。你杀死的村长联系到了真正的机器人，也就是红叶。虽然你身在地下，但郑老板那里架设了信号增幅器，手机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为了掩耳耳目，你指示他像你一样从绞车下矿与你会合。不需要呼吸的红叶根本用不着什么氧气设备。变超人了！而5米水平距离对机体性能远胜于人类的机器人来说不是问题。他就这样遵照指示，直接从绞车下矿来到了矿坑里的废矿区。而林小璐，此刻你并不知道红叶的样貌，不然贸然现身只能躲在暗处观察，这才有了红叶在与你见面之后先一步发现了村长的尸体，并被张维迪拍下的一幕。是的，没错。照片中红叶确实直接接触了凶器，但他没必要擦掉指纹，因为是机器人，他根本不会留下指纹。无论我的委托人是何种来历，事到如今，您都不能再为他判有罪了，因为他是机器人，判不了啊。反对。但想要这种推理赢得判决，是否太轻巧了一些？什么待解决的问题还像山一样多，让身体就此终结，我方绝不能容忍。首先，辩方的主张只听起来合理，但脑补的成分太多了。你对被告案发当天的行动做了大量的假设，却没有得到一条亲口的验证。因为他不能违抗魁违的命令，这我当然知道。但正因如此，你的种种推断才引发了巨大的漏洞。我方可以承认，天盾组织确实拥有十足的杀害死者的动机。然而，被告既然是天盾组织制造的超仿真机器人，也可以理解为天盾的工具。被告虽然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记忆，却不能完全违抗制造者及其同伙的命令。他甚至在法庭上连为自己开脱都做不到，这样的存在真的能够称为人类吗？我方认可魁违与本案有脱不开的干系，但无论是我、雷姐还是山县姐都没有一点要放过他的意思。然而林小璐既然知道可以命令被告前来矿坑会合，自然也能命令他做别的事。
有协助作案、处理现场，甚至是直接行凶杀人。反对。虽然我经常被你连珠炮的反复驳倒，但很遗憾，这一次错的人是你。我也送给你4个字：全部驳回。将被告装成不可能犯罪的无辜之人，并不是我一厢情愿幻想。我方手里有一件证据，能从根本上可以证明被告绝对无罪。啊，我知道了，不能杀害人类，这是一条机器人铁律，想起来了。对，不能伤害人类的三大定律，就是写的那个字儿，写的这个字儿，就是他。这是在红叶被捕后身上仅存没有被警方没收的东西。它既是我们2个一起调查的第一个案件红叶收获的纪念品，也是他在我最迷茫无助时赠予我的礼物。但是重点并不是这些，我想展示的是这张海报的另一面。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该服从一切人的命令，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每一步都是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出品的机器人都必须遵守的铁律。这些铁律到底有多严格，我相信在场的很多人已经有所体会。之前在某个案件作案中，甚至要极力避免让青鹰目睹死者的尸体，即便是朱平章本人也无法命令红叶伤害人类，更不要说区区窥月。因此，被告杀死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除此之外，排除了被告嫌疑，再加上之前已提出的种种证据，作案的只有可能是你了，林小璐。我都不知道居然还有3铁律这么不方便设定。认罪了。这位律师妹妹，你确实成长不少了。当天发生的事基本上被你说中了大半，不过你当然猜不出我和他对话的内容，毕竟里面隐藏了很多小秘密。寄信的人就是你吗？什么信？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用着急，老朽知道你们想叫来的人是红叶吧？红叶那是谁？是老朽的孙女，至少曾经是吧？原来如此，你会出现在这里，已经证明了你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你最后老实交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你多虑了，老朽知道的事情很有限，希望你们能放过红叶奶奶，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师不能再承担她失去一次。老朽一位旧识为他制造了如今这副躯壳，虽然他反复交代终有一天他会离开查家村，这只是更有意义的任务，但在老朽眼里，他和真正的红叶没有区别。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老朽无欲无求，只希望在风局残年之际身边能有个亲人相伴。当然就是闭口不谈了。说实话，老朽对你们一点都不了解，那位旧识也在见面的几十年之后没有联系了。老朽不知道你们在计划什么，不过选在这样的地方会面，恐怕不是什么拿到台面上的事吧。如果你非要带他走，老朽只好去找报社和警察，把知道的一切向他们公开了。如果你的意思明白了，这种事我可做不了主，需要向上级汇报一下。那老朽就在附近住下，等着你们也未尝不可。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此别过吧。我不喜欢滥杀无辜，尤其是不认识的人。整个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吧。我从他口中听到了红叶这个名字，又在他手机里找到了这个号码，剩下的事你都知道。是的，我离开飞矿，打算从绞车返回时，本来准备了手套，谁知我抓住锁链时，手套却被不知道哪来的碎玻璃划破了。这碎片害得我必须得把手套扔掉，还留下了一个指纹。一件事我可要声明，就算发现卡片记错了人，我也没有立刻要动杀掉那老头的念头。只不过他的威胁实在让我有点困扰，尤其是华穗大人也会因此波及。下手之后还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就对着他的尸体鞠了一躬。那块手帕恐怕就是那时候掉落的吧。
要是不能杀他就好了，这件事真是麻烦透顶了。等等，啊，果然啊，炸弹就藏在他身体里啊！我就说呀，红月肯定是藏在他那啥。杨女士，布林小鲁，5年前在天虹体育场杀害石中剑的人是你吗？怎么？我承认这一桩命案，你们就要迫不及待把其他的罪名也扣给我了？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罢了吧，难道你们走到这一步，可以透露一点情报就当是奖励吧？在5年前那台庭审中最后一段证词，可句句都是实话。就算我有义务替组织除掉北斗，也绝对不会使用枪支这种毫不擅长的武器。我拿了一根带刺的木条，如约潜入桑拿房的目的可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将组织带入歧途的毒瘤子夜。也就是说，天盾组织在5年前陷入了内斗，别说的那么夸张。所谓内斗是发生在派系之间，但我从来只代表我自己行动。我本来想让拿木条干掉子夜，谁知道开门见到的时候却是一具警察的尸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赶紧开溜，就这样。那在761号事件潜入现场杀害袁英的人，果然是你们。我承认或者否认，真的有那么意义吗？好吧，你们问问题的时间结束了，现在轮到我来问了。昨天这2位陆检强行邀我来作证，我真预感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你说作为一个长期在外的大坏人，会两场空空没做准备就来吗？我还是换个问法吧。律师小姑娘，你虽然分析出了案件的原貌，却漏到一个最关键的情节。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约你家小助手在废矿见面呢？心里自聪明的人果然能猜到这一步。不过想说的是，可不是这个哦。你们可知道这颗炸弹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看来还是律师小姑娘脑子更好使呢。那小偷的终极目标就是设计出和人类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操仿真机器人，所以咱的皮肤涂层可以屏蔽一切检查手段呢。对，这个炸弹是藏在机器人里，这是之前一直猜到的。他之所以能逃过重重安检，还必须亲自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炸弹被放置在了某个只有他能运输的展品当中。没错，那件展品就是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的作品004。这枚体积不算小，它装有烈性炸药，又是金属质地，是非常不易运输的东西。皮肤涂层有皮肤表面有屏蔽涂层，可以躲过一切检查机器人，正是这炸弹的最佳容器。这5年来，警方在全世界布鲁特天了对网，却难寻其踪迹。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枚炸弹一直都藏在004体内，一直未被取出。朋友，我说的对吗？是的，一直以来在我的腹部的小仓内。好嘛，你和一个炸弹共处这么久，不难受吗？惠里香，你约红叶见面的目的并不是要回收机器人，而是要回收的是他体内的炸弹才对。请问这是什么呀？为了方便袭击，线下造的机器人可以屏蔽一切电波，却唯独不会隔断遥控器的信号。我按下按钮，怕是连半秒都用不了。现在各位如果情绪忘的，可要一起陪葬了。你不想死的话，就不现在趁艾丽卡一把，乖乖让出一条路来。
你明明是那么温柔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这一步呢？就算你不是真正长红，也会杀掉你记忆唯一的亲人。你应该知道，我并没有失忆，现在也是，过去也是。从5年前天湖体育场的事件开始，看到的、听到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杀害爷爷，我当然不能原谅，但你一直以来在做什么，我全都知道。年岁指定的袭击日期明明是今天，你需要提前几天约我见面。见面时，你费尽力气想将炸弹拆除，却因所长已将我腹腔锁死而失败。你嘱咐我假装失忆，在恰当时机认下罪，并不是为了让自己逃脱，而是因为你知道，如果我被警察叔母关起来了，炸弹袭击就无法进行了，不是吗？随你怎么想吧，现在我这个温柔善良的人可是要裹挟全法庭人的性命。请等一下，请大家等一下，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就刚才我体内的炸弹监视器已经被人启动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算了，随便吧。欢迎弗兰奇 Frankie 进入直播欢迎间。 Frankie， 晚上好，晚上好，所有人都安静，听我指挥，游戏撤离。请等一下，啊，他想自己离开，不会吧？炸弹的爆炸时间还有一小会儿，请大家相信红叶。我是说，相信我，我还有些话想说，恳请你们就让我任性这一次吧。红叶，你现在的时间耽误不得，我们必须尽快。不，一切都会没事的，这里就交给我吧。冬雪姐姐，律师叔叔，还有我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现在的我不再代表红叶，我想以自己的身份将这些话传达给你们。我虽然在5年前就被制造出来了，但拥有茶红叶的身份和记忆。不过只有短短1年多的光景，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来自村民们的温暖和这个世界的奇妙。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一切其实并不属于我，但我仍然将它们视如珍宝。我曾经迷茫过很多次，因为将我研制出来的朱所长，他是天盾的干部。如果他还活在世上，或许我们的最终目标仍然会是创造无尽的破坏和杀戮。那么，我到底是谁？又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每时每刻，我都在为这些矛盾而痛苦挣扎。直到这几个月，我才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走出村子游历世界，并成为龙神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助理，是我这短暂的一生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红叶，有了这段回忆，我才发自内心的认为，能被所长制造出来，能够成为你们身边的那个红叶，竟然是一件如此幸福的事。冬雪姐姐，律师叔叔，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照顾我，保护我。红叶，你在做什么？而这一次，
终于轮到我来保护你们了。不要！就在他离开的刹那，伍斯在他的眼角看到了本不可能出现的泪水。是地下导览被破坏了吗？所有人待在原地不要动。快，我们走啊！这摸黑走啊，这不更危险吗？我们踏出黑暗，冲出法院的一阵白色的光芒刺入眼帘。红叶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在我面前只有尚未散去的硝烟和广场中央。我靠，死了！我操！红叶用尽所有力量来到了这个以人类脚力绝对无法达到的位置。当法院宫殿恢复时，本该在庭上的凌小路库里将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和5年前一样，消失的被告让本案审理失去了继续的意义。我们曾经得知意满的认为，今天庭审可以为一切事件画上圆满句号。然而，沉睡多年真相却再次沉入了更深的黑暗。如果有人正在某处看着我们的故事，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我去，第4章完。这么快就完结了，结束的有点突兀啊。第5章最后了，终曲直冲天际。这红叶都没了，这还干啥呀 ？OK， 咱们今天就这样，大家拜拜。这个游戏下周见，明天咱们接着播剑星哈，拜拜。加班了好久，就为了把这个播完哈，大家拜拜。